娘，咱家都断粮了，凭啥每天还要供奉这尊大仙？言儿不得无礼。当年你太爷爷救过还没成仙的黄大仙一命，大仙承诺会保佑咱陆家后代。保佑？平日里村民欺负咱们孤儿寡母，他何曾显灵帮过一次？大仙说过，生死大难自会现身。大家伙都断粮了，我们特地来找你家借贷刘种的陈麦子渡难关。之前借的粮，你们从来没还，不借。陆家嫂子，我们也没粮了，多帮衬帮衬。少废话，今天这粮不借也得借。不能拿啊！拿走了，俺们娘俩活不成啊！滚开！娘，娘，娘！陆家娃儿，莫哭。黄大仙，既然当年老夫承诺过，便绝不食言。大仙保佑！大仙真的来救我们了！言儿，快跪下，快给保密仙谢恩啊！老夫出关前窥得天机，3日之后将有铺天盖地的蝗灾席卷全境。大仙救命！求大仙指点生路。陆家小子，你们还剩3天，抓紧时间抢收田里的麦子，之后蝗灾降临，老夫也无能为力。乡亲们，前几年遭灾大家过得苦，但今年雨水丰沛，地里麦子茁壮，绝对是罕见的丰年。更重要的是，过2天巡抚大人亲临本少爷的婚礼，只要大人瞧瞧这万亩良田，一高兴绝对能免除全村1年的税赋。大家听我说，3天后会有大蝗灾，地里的麦子必须立刻抢收，不然全村都得饿死。陆言，妖言惑众要押送县衙，巡抚大人后天到，也不容你坏了这日子。这小子就是眼红孙少，自己活不好，搅和谁都不安生。我没骗人啊！把这疯子给本少爷轰出去！跟这群睁眼瞎扯不明白。孙震是寨主，他最怕灾荒，交不上公粮。我现在就去寨主府。寨主，不出3日蝗灾必至，我求您立刻下令通知全村提前开始收割，保住大家伙的粮食啊！胡闹！今年是万亩大丰收，过2天巡抚大人亲临。一看高兴了就能免全村3年赋税，你现在满嘴妖言让全村收粮，坏了巡抚大人的雅兴，免税泡汤了，你拿什么赔？巡抚大人的面子，难不成比全村几百条人命还重要？放肆！本寨主看你是得了疫症，全村免税大计，谁也别想破坏。送割！好，既然全村不割，那我求寨主特批，让我陆家先割了自家的20亩地。你家的地在万亩麦田最中央，你现在割了，地里秃了最显眼的一块，巡抚大人登高一看，岂不触了眉头？你想提前割也行，把你家太爷爷留下的那座祖宅押给府上。你这是趁火打劫！不押就给老子守规矩。送客。娘，按他们定的死规矩走，咱就是死路一条。俺本想顶着压力，今晚带您偷偷去地里割，可20亩地呀，光凭咱娘俩这2双手，3天3夜不合眼，也根本割不完。陆家小子，老夫早就料到那寨主会百般阻挠。今晚丑时，你只管带上扁担去地里，老夫已经叫了这方圆百里林子里的徒子徒孙前来助你。多谢大仙显圣，这群畜生不给我留活路，那我就自己闯出一条路来。今晚丑时，
你直接去地里劳作。不过动物只能帮你到天亮时分，拂晓之后，老夫需要离开一阵，去替你们置办一些保命的物件。大仙放心，陆岩一定尽全力收粮。这速度比百10号壮丁还要快，这下有救了。还剩最后一点，我再努力，绝对能在村民赶来前干完。不好了！陆岩偷偷把麦子割了，快来人啊！大家伙快看，咱们全村都忍着饥饿等巡抚大人，这自私的畜生居然提前偷割，这是要毁了全村的大计呀！我说过3天后有蝗灾，现在不割，等蝗虫来了，大家都得饿死。呸！还敢妖言惑众，你就是自私自利，想自己提前吃饱饭。大家还都饿着呢，你为什么就不能再忍几天？真自私！陆岩，本少爷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村规。来人，把这老太婆的行李全给本少爷砸了！蝗灾马上就到了，你不想着带村民割麦自保，反而在这欺负我们母子，你安的是什么心？哼！全村人听着，我爹昨天好心给他生路，让他用破房子抵押，他不知好歹，现在他私自割麦，触犯村规，还要拉着全村人下水。今天我就带我爹行使村规，没收这畜生的房子，将他们驱逐出寨。赶出去！乡亲们，既然陆岩自私自利，这些私自割下来的粮食就由村里全部扣留，分给大家充当破坏春耕的赔偿。抢啊！这是咱们应得的赔偿！放开我！那是我们娘俩的救命粮！你们这是抢劫！娘，大家拿了粮，安心等3日后本少爷的大婚。旧粮算什么？今年是10年一见的丰年，结婚之日，本少爷用寨子里的大半存粮，办一场方圆百里最大的婚宴，普天同庆。届时巡抚大人亲自到场，与民同乐。咱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房子没了，粮也没了，是我没用。村后的那座哀牢山，妍儿，那可是凶险无比、有去无回的哀牢山啊！娘，大仙临走前说过要帮我们改天换命，大仙他绝不会害我们。与其在山下被欺负，不如进山闯条生路。哟，这不是陆岩吗？这是打算带你娘去哪里要饭啊？这有的人呐，现在吃的还没我家狗好。陆岩，前面可是哀牢山，那山上有野狼，还有1丈高的人熊，你们上去就活不了喽。多谢提醒，但山上的野兽总比山下的人好对付。妍儿，娘是不是饿出幻觉了？这哪来这么多粮食？不是幻觉，是真的肉，全是好东西。老夫说过的物件已经替你们置办妥当，这本就是你太爷爷当年的居所。当年他在这山上当猎户，顶着风雪救了老夫一命，老夫守信。如今这宝地便还给你们。陆家小子，去把灶台底下的青砖刨开。大仙，谢谢你。有了这火铳，山上的野兽和山下的畜生，谁也别想再欺负我们。
恭迎巡抚大人，大人您来的真是时候。犬子大婚更是碰上这万亩麦田成熟的大喜日子。好，当真是万亩良田。孙寨主治理有方，今年这大丰收，本官重重有赏。全凭托巡抚大人的福，全村老小都盼着大人免除赋税呢。大家伙儿放开了吃，等今年这万亩大丰收一到，还要用最好的新麦酿百里飘香的美酒。哈哈，好兆头啊！大婚之日遇水生财，这是天降大雨，要滋润这万亩良田了。大人圣明，就连老天爷都在祝贺犬子大婚呢。来，大家举杯，敬今年的大丰！不好了，不好了，救命啊！不好了，蝗灾来了，蝗灾来了！孙震，你这个狗胆包天的畜生！你不是说万亩大丰收吗？你竟敢隐瞒灾情，欺君罔上！本官的免税恩典，免你娘个腿！娘子，来，为夫有一计。村里的粮仓就在这高台后面，里面有不少村里的旧麦栈道，不如我们……还是夫君有想法。完了，全完了！巡抚大人跑了，麦子没了，老天爷不给活路了！哭有个屁用！俺就劝你省着点吃，你倒好，为了面子还作践粮食，拿精米炊饼去喂狗。孙少大婚前2日，村老少哪家不是这么干的？如今出了事，拿老娘撒什么气？你们两个吵什么吵？孙家的人不见了！完了，这下可怎么办？天杀的狗贼孙震，他在那儿！大伙儿快追！反了！反了！地里遭了灾，不想法子抓虫子，打俺这个寨主干啥？打你干啥？大伙儿快瞧啊！孙震这老畜生，到了现在还想护着他那个王八蛋儿子。刚才蝗灾一来，俺亲眼看见孙少趁乱带着新媳妇儿和所有救命粮走后山小路进城逃命去了。孙震，孙震，你为了你儿子能活，就要生生饿死我们全村老少吗？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畜生，还我们的救命粮！你今天必须给全村老少一个交代，这责任你得负。你必须追回孙少拿走的粮食。放肆！你们怎么跟本寨主说话呢？一个个刚才还满嘴寨主长辈的叫着，现在一出了乱子，就直接直呼名讳了是吧？呸！平日里称你一声寨主，那是给你这张老脸面子。如今全村老少马上就要被活活饿死了，你这个老东西，要是想不出弄粮食的办法，你自己看着办。别过来！要么把你儿子抢的粮全拿回来，要么你就算变，也得给我变出粮食。他那儿子坐马车走的，怎么可能能拿回来？依我看，今天咱们就把这孙震……对了，那陆岩提前知道蝗灾，手里肯定有存粮啊。那陆岩昨日跟他娘上哀牢山了。哀牢山，那怎么办呀？行了，那咱们先上山找那陆岩，拿到存粮后，再过几日去城里找你那儿子算账。走！是。我带路，那小子还认我是寨主。这些人，他们怎么能这么不讲道理啊？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娘，正因为你平时脾气太软和了，孙震那帮人才会觉得咱们家好欺负。今日他们谁敢往前一步，儿子定要他血溅当场。秦氏、陆岩，只要你们乖乖把屋里那粮食交出来，本寨主今日便开恩，不再追究你们之前的重罪。陆岩啊，地里的口粮都让蝗虫给啃绝了，你二叔和俺就指望着你家这点粮食吊命呢。秦氏嫂子，你就行行好吧。跟这两个废什么话？咱们这么多人一起冲进去，生抢了他们能奈俺们何？就是，就算这小畜生真有本事去县衙大牢告官，老子也不信那县令能把全村老少都抓去坐牢。开门！有虫！这小畜生手里有火铳啊！娘的，
差点老子这条老命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娘的，差点老子这条老命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陆岩，你少拿把鸟枪在这吓唬人！老子告诉你，你今天就算是在屋里抱着个火药桶，也必须把手里的粮食给全村交出来。寨主，要是陆岩那小绝户死活不肯交出麦子，咱们接下来可咋办啊？硬闯还能咋办？老子活了60几年，就不信那个毛都没长齐的小畜生真敢拿火铳射死咱们这么多人！万一他真敢杀人咋办？俺可不想平白无故送了命。慌个屁！那破屋子里头就陆岩和秦氏2个活人，咱们这么多人，直接在这死围着跟他们耗下去。等他们耗干了水粮，耗不住的时候，咱们再冲进去抢光粮食。娘，您把心放到肚子里，等儿子待会儿当真撑不住的时候，大不了跟这帮人拼个鱼死网破。该不会是方才那一声火冲响，把山里的恶狼给招过来了吧？慌什么？咱们这么多壮丁聚在此处，难不成还怕了几只畜生？可咱们上山走得急，手里没带防身的家伙呀，让咱们赤手空拳跟恶狼搏杀，那能打得过吗？俺以前听陆岩的爷爷提起过，这哀牢山深山里不光有狼，还有能生死活人的老熊。这要是把老熊也给引过来，咱们可咋办啊？娘，俺好像听到狼叫了，这畜生来的正是时候，倒是可以利用一番。小子，待会儿扣动扳机，最多只许开枪3次，要是贪心放多了，这后头遭灾的后果可就不好预料喽。这又是为何？为何只能放3枪？老夫方才跟天上的大雁打探过，这附近正有一窝饿疯了的野狼四处觅食，只要你搞出点大动静，定能将他们招来。只不过这哀牢山上可不单单只有恶狼啊。陆岩，今日这粮食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别以为你手里有把鸟枪，老子就怕了你。有种你再放一枪试试。陆岩，俺可是你亲二婶啊，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你先让俺进屋行不？俺保证不捣乱，大不了俺不要你家的粮了，还不行吗？你这个忤逆不孝的畜生，你这是想害死全村老少啊！陆岩，俺可是你亲二叔啊！你可还记得你爹出殡下葬的那天，是俺忙前忙后帮衬着你家吧？嫂子，你开开门，就看在骨肉亲戚的份上，帮帮大家伙吧！都给老子退后！我看今日谁敢往屋里闯一步，老子当场射死他！你这个没良心的小白眼狼，你这是见死不救啊！亏得你那死鬼爹下葬的时候，俺们家还忙前忙后的出力，你的良心当真被狗给吃了！你还有脸提爹？当年爹刚闭眼，是谁怂恿村里的无赖来抢俺家的存粮？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想着吃绝户。到底是谁的良心被狗给吃了？胡说八道！俺们当年那是怕你们孤儿寡母守不住，好心帮你们陆家保管。保管？你前几天来抢粮是怎么说的？你摸摸自己的心口，你还算个人吗？呸！你们两个孤儿寡母懂个屁！陆岩，你今天就是用冲指着老子，老子也一定要进这间屋子。该来的终归会来，躲是躲不过去的。小子，你且做好震慑他们的准备就行。你这小绝户，竟然真敢动手啊！这陆岩是真疯了，他这是想要咱们的命啊！这只是警告，谁要是再敢砸门闯屋，下一次老子直接射穿他的脑门。不信的话，你们大可上前来试试。尊朕，俺们大家伙可是听了你这个当寨主的话，才跟着进这哀牢山遭罪的。是你把俺们带上山的，你就有责任把俺们一个不漏的全带回去。孙振，你得把俺们安安全全带回清水寨。
陆岩，本寨主保证，只要你今日救了大家伙，往后清水寨上上下下绝不再动你陆家一粒粮食，老子对天发誓！好啊，你们若是再敢口是心非，合伙骗俺，就休怪俺手里的家伙不讲情面。大难临头，你若见死不救，按律法那也是要抓群坐牢的！快开门呀！孙震、钱大成，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畜生，给老子开门！开门啊！寨主，外头那2个绝户反正也活不成了，这些山珍可全都是咱们的了。这小子没力气了，大家快抢啊！陆岩，这熊肉和食物就算是你们忤逆寨主的罚俸了。走，回村儿。小子，别急，看我拖住他们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后恶果自失。大仙，您这唱的是哪一出？哼哼，狼不是被熊吓跑了吗？这下彻底完了。还有另一波狼群早已冲进了山下的清水寨。呵呵，不出半个时辰，那些留守在家的家亲牲畜全都会被洗劫一空。不能丢！这些食物和这头100斤重的老熊尸身，可是咱们全村撑过冬天的救命粮。谁要是敢扔，老子今天跟谁拼命！钱大哥说的对，咱们几十个壮丁，难不成还怕了这群只为不公的畜生？大家伙听俺的，死守住物资，一起结阵，杀出一条血路，跟他们拼了！不成啊！这畜生越来越多了，俺家里的婆娘孩子还等着俺回去呢，俺不想死在这儿啊！都给老子闭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命要是没了，要这些粮食和熊肉有个屁用！孙震，你这老东西说的轻巧，这可是能喂饱村里的粮食啊！全员听令，给老子把所有的食物和雄狮统统抛下！哎呀，放弃财物，轻装突围，保命要紧！退，往后退！陆岩、秦氏，你们2个该死的绝户，给俺等着！见死不救，还害得俺们丢了整车的经脉。这笔账俺回村定要让你们加倍偿还。二婶说的对，等回了村子，招聚了各房的壮丁，咱们必定亲自上门拆了那2间烂山房，将这对白眼狼母子彻底清算报复。哼，触犯律法，公然忤逆宗族，等本寨主回村开了祠堂，定要将他们母子2人乱棍逐出清水寨，让他们活活饿死在荒郊野外。走，回村！老二啊，咱们村该不会是出大事了吧？没了！老子的2头大肥猪，3只奶山羊，全没了！造孽呀！大家伙拿上东西，跟我一起去找孙震那个老东西讨说法。孙震，前2日蝗灾来的时候，是你非要烧了陆岩家的房子，
害得大家伙没能及时抢收地里的麦子。今日在哀牢山上，又是你非要大家伙抛弃所有的麦子和熊肉突围。没错，要不是你这老东西好大喜功，谎话连篇，非要带着全村壮丁上山去吃人家的绝户，村里怎么可能防备空虚，让那群该死的恶狼钻了空子？如今家里的粮食本就寥寥无几，牲畜又全叫狼给毁了。孙震，你把全村人往死路上逼！你今天不给个交代，老子生撕了你！对，孙震，你还俺们粮食，还俺们牲畜！你这个祸害！你这个祸害！都给老子闭嘴！你们以为是老子害了全村？简直愚蠢！这一切分明全都是陆岩那个小畜生在暗中搞鬼！孙震，你少在这里信口雌黄，都是你的错，跟那小绝户能扯上啥干系？你们难道忘了，先是蝗灾来的诡异，那小畜生竟能精准预测灾期，甚至跟树上的黄仙不清不楚。今日在哀牢山上，他手里的火冲一响，山里的恶狼便听他动静全员合围。老子看，他分明是修了什么妖法，能跟山中畜生沟通。是他故意操控狼群下山洗劫村落，来报复咱们全村啊！怪不得啊，那小绝户平白无故能打死老熊，定是借了妖山狐媚的事。这丧尽天良的白眼狼，这是要绝了咱们全村的活路啊！寨主，那咱们接下来咋办？总不能就这么便宜了那对妖孽母子。大伙明日一早听俺号令，集结全村所有的成年壮丁，带上柴刀和捕兽网，连夜上山。咱们去捉拿陆岩母子这两个妖孽，不仅要让他们交出那20亩藏在山上的经脉，更要为死去的牲畜讨回公道。对，捉拿陆岩，夺回粮食，讨回公道。大仙，在山下时，我总觉得全村人都是沾亲带故的叔伯，可真遭了天灾，他们抢起我娘俩的救命粮来，比土匪还狠。人活一世，还没大仙您讲情义，我陆家何德何能，能让您执意死守这份恩情？陆家小子，世人皆知老夫如今有些神通，可谁知100年前，老夫不过是一只流落哀牢山、重伤濒死的山野异兽。那年冬天的罕见暴雪，老夫中了捕兽夹，只能等死。是你太爷爷巡林时，不顾旁人对黄仙的忌讳，那3个月，他把舍不得吃的肉干都省下来投喂老夫。他一生善待山中生灵，老夫虽无通天本事，却记牢了这份活命之恩。大仙，太爷爷种下的善因，陆岩绝不忤默。往后的路有大仙指引，陆岩什么都不怕了。大家伙瞧瞧，地里干干净净，圈里满地鲜血，这根本不是天灾，这是人祸。是陆岩那个通妖的畜生引来蝗虫和狼群，在报复咱们全村呐！对，肯定是这绝户崽子干的，要不然他家怎么能提前把麦子磕了？他心肠太歹毒了，这是要逼死咱们全村呐！您得给大伙做主啊！大伙放心，本寨主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也得带你们活下去。那陆岩身怀邪术，如今躲在哀狼山里，手里藏着大把的存粮，吃香喝辣。咱们唯有上山拿下他，夺回救命粮，全村才有一线生机。可要不是孙少把公仓陈粮卷走，咱们不听陆岩的话，提前割麦。闭嘴！妖言惑众，谁再敢提这些有的没的，无论编造官府问责的屁话，就是陆岩的同伙，直接乱棍打死，不分粮食。大家听着，为了活命，为了家里娃儿有口吃的，全员拿上家伙上山，清地存粮。孙少，您真是神机妙算。现在城里粮荒闹得凶，咱们把您带出来的那些村里陈粮翻了5倍价格往外卖，那些快饿死的灾民也真抢破了头啊！多亏了夫君聪明，
把清水寨那帮穷鬼的公仓全给搬空了，不然咱们现在也得在乡下吃土啃树皮。那帮泥腿子懂什么？粮食给他们吃了也是白搭。本少爷这叫借鸡生蛋，用他们的命垫咱们往上爬的路。不过孙少，听说昨日巡抚大人在各县大发雷霆，正严查瞒报灾情的事儿，听说各村的寨主都要被抓去问罪，您爹孙振怕是难逃这一劫啊。抓就抓吧，我爹那老骨头一辈子守着那个破山沟，能有什么出息？他要是进去了，正好替本少爷把瞒报的罪名全顶下来。只要本少爷手里有这几千斤粮食和银子，就能买通县衙的师爷，到时候捞个一官半职，老子就是城里的老爷，谁还回那破山寨当贱？娘，这深山里虽然清苦，但总算能过上安稳日子了。等过几天，我再进山给您打几只野斑菌，补补身子。妍儿，苦了你了，要不是黄大仙护佑，咱们娘俩凶多吉少啊。大仙，出什么事了？陆家小子，老夫的徒子徒孙刚才来报，山下人气汹汹，恶念冲天，孙振把全村遭灾的罪全扣在你头上了。全扣在我头上？地是老天爷荒的，粮食孙少卷走的，与我何干？陆家小子，把院里的粮食全收进屋里。这群人早就没了底线，他们若敢硬闯，你断不可心软。大仙放心，他们敢来，我就让他们有来无回。陆岩，你这个偷妖的畜生，赶紧滚出来！全村都快饿死了，你一个人躲在山上吃香喝辣，你还有没有良心？大清早的，狗叫什么？地里的麦子是虫子啃的，公仓的粮食孙少卷的，想要命，找他们去。陆岩啊，都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要妖言惑众，推卸责任吗？要不是你3天前施展邪术引来天灾狼群，咱们村何至于此？老东西，收起你那套鬼话，我没闲心听你放屁。大伙听着，本寨主念在同村一场，再给他最后一次赎罪济民的机会。陆岩，限你立刻交出山上所有存粮。你若乖乖开门交粮，本寨主还能留你母子一条生路；否则，今儿个不仅要破门强闯，还要彻底清算你通妖害全村的死罪。不交粮打死你畜生！破门抢粮！你想干什么？把火铳放下！自私自利，惹怒天道。齐老二，3天前是谁在大堂上苦苦哀求，让全村提前抢收的？孙铁柱，是谁在麦田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自私，提前吃饱饭？老子提前3天告诉你们有蝗灾，是你们为了迎合巡抚死活不割，是孙振为了他的面子要强行没收老子的祖宅。如今地被啃光了，你们反倒有脸来找我要粮。大家伙别听这畜生妖言惑众，他是看地里秃了一块，巡抚大人要怪罪，这才施展邪术招来蝗虫，想拉全村人垫背。他要是心里没鬼，这满院子的野味干肉，他哪儿来的？对，就算蝗灾不是你招来的，现在全村都快饿死了，凭什么你家就能有吃有喝？把粮食交出来，不然今天就把你和你娘一起就地正法！交粮！交粮！好，既然给你们活路，你们不走，那今天谁敢往前一步，老子就送谁去见阎王！就算蝗灾不是你招来的，现在全村都快饿死了，凭什么你家就能有吃有喝？把粮食交出来，不然今天就把你和你娘一起就地正法！交粮！交粮！好，既然给你们活路，你们不走，那今天谁敢往前一步，老子就送谁去见阎王！站住！谁再往前一步，老子当场轰碎他的脑袋！
孙震，你大可以再往前走一步，看看是老子的枪快，还是他们的命硬。大伙别怕，他那玩意儿就1发子弹，打死一个就没用了。咱们别硬闯，就把这破屋死死围住。陆岩，全村上百号人就在这守着，俺们看你能熬到几时？不出1日，你就得乖乖跪着求俺们收粮。是啊。妍儿，娘，您怎么起来了？快躺下，外面有儿子守着，出不了事儿。请大仙将此物拿给妍儿。妍儿，这是你太爷爷生前留下的寻灵手教，你瞧瞧吧。太爷爷当年不顾忌讳救下大仙，从来就不是为了图今天这虚无缥缈的神仙庇佑，他只是靠山吃山，求一个心安无愧。太爷爷种善因，我也要善。但善不代表要被人欺负。这屋里的粮，谁来抢，我便用这火铳死守到底。但我陆岩也绝不滥杀无辜，辱没了陆家祖辈的本性。妈的，这小崽子就一杆枪，大伙一拥而上，顶多死一个，抢到粮食，全家都能活。对，大伙听俺口令，一块冲上去撞门。破门之后，谁抢到归谁。这是怎么回事？山神发怒了，这是山神发怒了呀！我们不抢了！怎么可能？难道这山上真有神灵在护着这小子？咱这是作孽呀！老一辈常说，这哀牢山常年有灵物栖息，最是惊扰不得。刚才那阵风，分明是山神爷在警告咱们。老汉说的对，当初地里落虫子，是陆岩赶着来报信儿，是寨主您非说人家通妖，如今人家躲进深山，咱还要赶尽杀绝，这不是施恶行凶吗？逼着神仙开眼劈咱们吗？就是，咱们之前欺负他一家，现在咱又来抢人家的活命粮，山神能不发怒吗？不抢了，不抢了！唉，再折腾下去，粮食没抢到，命先丢在山里了。胡说八道！什么山神发怒？那是那小子的妖术，大伙儿别被他骗了。今天退回去，不出3天，全村都得饿死。饿死总比被山里的狼叼着强。要不是你那宝贝儿子搬空了公仓，大伙儿何至于来这得罪神仙？老东西，你少拿大伙儿当枪使！唉，孙震，你干嘛？你们这帮没脑子的泥腿子！什么山神发怒？
那明明是陆岩那小畜生看我们要破门，故意放火烧了林子引起的邪风。你们活了大半辈子，还真信世上有神仙？一群窝囊废！寨主，你这是要遭天谴的呀！人家陆岩手里有火铳，山里有邪门，咱不走，留下来等死吗？都给老子站住！今天谁敢走，下山之后1粒米也别想分到。那陆岩手里的粮食堆成了山，今天咱们不强攻进去，不出3天，你们家里的娃儿全得饿成干尸。严惩陆岩，抢粮下山，是咱们唯一的活路。冲进去，给我冲！谁弄死陆岩，老子让他当副寨主！你这个死绝户，给老子滚出来！今天老子非要把你这破房子拆了！孙震，人在做，天在看，你大可以再往前迈一步试试。没动静了，掉下这么深的谷，寨主他怕是回不来了。天谴，真的是天谴呀！山神爷把带头的恶霸给收走了，快跑啊！再不走，咱们都得死在这儿。陆岩，陆兄弟，我们错了，我们不是人啊！大伙儿不该听信孙震那个恶霸的鬼话，不该来抢你的活命粮啊！陆岩，大伙儿真的是被逼被饿疯了呀！孙少卷走了公仓所有的粮，地里又落了虫子，我要是空手回去，家里的娃儿今晚就得活活饿死啊！被逼无奈。刚才你们齐心协力要砸门，要清算老子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陆兄弟，只要你肯饶了咱们，施舍点粮食活命。从今往后，清水寨你说了算，我们做牛做马也报答你的大恩啊！陆家小子，杀人不过头点地，恶手已除。这群泥腿子不过是想活命，你太老爷当年留的是善因，今儿个给他们一条生路，也承袭了陆家万物共生的本心。都给老子闭嘴！我太爷爷在山上守了一辈子林，不滥杀，求心安，不计较你们被蛊惑的过错。齐老二，带2个人过去，把那2篮子陈麦分了，每家拿1碗回去熬粥，吊住家里的命。谢谢陆大恩人，谢谢陆兄弟宽宏大量。先别急着谢，老子的粮不是白拿的。今天拿了我的粮，清水寨就得立我的规矩，往后村里摒弃欺凌的陋习，所有人踏实种地，互帮互助。要是谁敢在恩将仇报，滋生争端，孙震就是他的前车之鉴。我们立誓，往后生是清水寨的人，自是清水寨的鬼，绝不违背陆兄弟的规矩。掌柜的，昨天才50文，今天怎么又翻倍了？这真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呀！嫌贵就滚去吃树皮！现在全城除了咱孙少，谁家还能拿得出1粒米？少爷，不好了！老太爷在山上被陆岩那畜生逼得脚滑落牙，已经没了，村子也全被陆岩给占了。哼，没了就没了，那老东西死守这个破村子能发什么财？死的正是时候，以后家产就归本少爷一人了。陆岩，等本少爷攀附上城里的权贵，到时候定要带上官兵，把你剥皮抽筋。桃儿，
官府正严查囤积居籍、祸乱民生的奸商。这姓孙的小子最近风头太盛，先盯着他，等摸清他的存粮底细，立刻上报拿人。陆家小子，瞧仔细了，这叶片边缘带刺、根部发红的叫麻子线，荒年能充饥，还能清热解毒。靠山吃山，不能光凭一身蛮力，得认得清这满山的宝贝。太爷爷的手记里写过，山里鸟兽低飞，蚁穴搬家，便是大雨将至的前兆。先辈们就是靠着这些写实的本事，才能在这片深山里扎根百年。娘，外面再乱，这大山也塌不下来。儿子懂了太爷爷的初心，往后咱们就在这山里勤恳安生，谁也别想再欺负咱们。果然，这里真的有前人留下的物资，竟然真的有！太爷爷，我找到了！别瞧了，这都是你太爷爷当年一口气开荒攒下的家底儿。他老人家活在世上，时常说，这天底下的世道变幻莫测，人手里握着两种，才能算给自己留了条退路。这里面根本没有半点能让人一步登天的玄术秘籍。这里面根本没有半点能让人一步登天的玄术秘籍，更没有降妖除魔的神仙法宝。有的只是太爷爷一辈子踏实开荒、勤俭安生的朴素道理，但这才是太爷爷留给我最珍贵，也最能在这乱世活命的立身底蕴。懂了，不争不抢，靠自己的双手，也能在这大山里活得堂堂正正。妍儿，先歇会儿吧。瞧这地势，今年咱把这些种下去，到了秋天总能有个收成，饿不着了。娘，儿子有的是力气。趁着这2天天干，我得把太爷爷石洞里的储粮器具都搬出来通通风。陆爷，帮帮我们吧！我求你了！陆兄弟，求求你下山吧！村里历经蝗灾和狼祸，现在百废待兴，群龙无首。大伙儿以前猪油蒙了心，现在全认清孙镇那老畜生的恶行了。你舍己救村，分粮济民，是救苦救难的大恩人。大伙多次上山，就是想诚心挽留你，请你下山定居，带领咱们重振村落呀！儿啊，咱们山下的祖宅也不知怎么样了，也该回去看看。成，大伙起来吧，我承大家的情，今天就下山。
陆兄弟，有你下山撑着，咱们清水寨总算活过来了。我孙汉三又回来了。清水村的贱民都给本少爷听好了，我爹孙震是被陆岩那个小畜生害死的。今天本少爷回来接管村寨，谁敢藏匿陆岩和秦氏那2个杀人犯，老子全家扒皮！孙少，你少在这血口喷人！明明是老寨主带人上山抢粮，自己摔死的，你还有脸回来？蝗灾刚来，你就卷走全村救命的公粮去县城大肆挥霍，灾变后更是一个人携财跑路，放任全村人等死。陆岩兄弟分粮救了咱们的命，你才是清水村的吸血鬼！反了你们了，给老子打！从今往后，清水村还是我们孙家说了算。谁要是再敢替陆岩说话，违抗本少爷的命令，别怪刀枪无眼。想活命的，挨个过来签字画押，谁签了，往后不再帮衬陆岩那对孤儿寡母，老子就既往不咎。大家都瞧见了，陆岩就是个通妖乱村的恶贼。咱们村先前遭蝗灾，闹狼祸，全是他招来的灾星。本少爷今天就替天行道，活捉陆岩。走。小畜生，你私通山上邪祟，害死我爹，还使妖法蛊惑村民，强占村寨。今天识相点，跪下给老子认罪！孙少，你嘴里有一句真话吗？当初我预警蝗灾，你爹好大喜功，瞒报灾情，紧接着你大婚，卷走全村公粮去城里挥霍，放任百姓等死。你爹孙震自作自受，才失足坠落悬崖。你颠倒黑白，真当乡亲都是傻子吗？老子管你什么真相！来人，给老子把院子砸了，把这小畜生和秦氏当场抓起来，活剥了！娘，闭上眼，在屋里别动，有儿子在，谁也进不来。一群废物，给老子一起上，打死他！都愣着干什么？你们这群贱民，给老子往里冲！用人头把他的门撞开！谁敢退一步，老子现在就宰了他！谁敢退后半步，
老子现在就废了他！给老子冲上去，把门撞开！陆岩兄弟拿命救过咱全家的命，台上面那个自私狠毒的畜生却只会卷粮跑路。老子要是真砸了这门，那还是个人吗？妈的，一群贱骨头，在这儿跟老子演戏呢！给我打！你们这群贱民，给老子砸！大哥，全对上了。多亏前几天那几条来历不明的暗线举报，把这姓孙的在县城囤积公粮10倍哄抬粮价的暗仓给掀了出来，咱才能顺藤摸瓜查到这儿。瞒报灾情，压榨灾民，谋取暴利，这账本上白纸黑字，全是他孙少的绝户勾当。他这次是死罪难逃。如今他又归乡暴力欺压村民，持恶行凶，煽动祸乱，构陷良民，人证物证俱全，时机到了。陆岩，你这个缩头乌龟，今天谁也救不了你。等老子把你这破院子夷为平地，重掌了清水村，城里城外的粮食买卖照样是老子说了算。孙少，你恶贯满盈，行恶已经到头了，你就继续狂吧。官兵封寨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笑得出来。陆岩，今天本少爷就亲自破了你这大门，叫你们陆家彻底绝踪！大印在此，官兵办案，闲杂人等通通闪开！巡抚大人有令，严查各地瞒报灾情、囤货居奇、祸乱民生一案，查实清水村孙少私吞公仓赈灾粮，在县城哄抬粮价，行凶作恶，欺君罔上，罪证确凿，即刻捉拿归案。怕什么？跟老子冲出去！待本少爷突围，老子赏银100两。顽抗者一律拿下！大人，小人冤枉，都是陆岩，是陆岩私通山上邪罪，害死我爹，强断公粮，聚众作乱啊！你们抓错人了！死到临头还敢栽赃陷害！你在县城四处搜刮囤积居集的粮食和账本，早就被查封了。你爹孙振更是因为带人抢粮失足坠崖，早已伏法。清水村的乡亲们，陆岩不仅没有通妖作坏，反而是在大荒之年不计前嫌分粮救你们命的恩人。善因终得善果，这陆家小子跟他太爷爷一样，当真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陆岩兄弟，之前大伙儿猪油蒙了心，畏惧孙家的强权，还盲从谣言，差点恩将仇报，害了你和秦大娘啊！陆岩经历过这场大祸，大伙儿彻底看清了善恶是非。以前是咱们自私愚昧，现在咱们彻底醒悟了。
请陆岩兄弟留下，出任咱们清水寨的主事吧，带领大伙重整家园，安稳度日。只有你才能振兴清水寨啊！乡亲们，快醒醒！既然大伙摒弃了过去，能分清是非黑白，那为了这片祖辈扎根的土地，我陆岩承大伙这份情了。乡亲们，从今天起，清水村不再有欺凌抢夺，新村规只有一条：互帮互助，勤恳耕种，心怀良善。娘，咱村里今年大丰收，往后日子越来越稳当了。好，好啊，咱陆家行得正，坐得端，总算是熬出头了。陆家祖辈行善，福泽绵长。老夫此番暗中护佑，借王法惩恶善，历经劫难，这报恩之举终是圆满落幕了。